我生完小孩子的那个月就开始家暴，总共是6年的时间。这6年的时间，我觉得我可以写一个凌虐108招之类的，各种你想得到的、想不到的，他都做过。3天一小打，5天一大打，他是直接转头去撞墙。有一次我被打到脑震荡，我儿子那时候好像是5岁吧，过来他只讲了一句：“谁叫你不乖？”当下我就觉得再这样下去的话，我儿子就要坏掉了。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有什么事来喝杯酒？欢迎来到人生小酒馆。这个单元最主要在分享一些有感触的人事物的故事。我是你的人生好伙伴，我是小欧。Hello， 我是 King。嗨，我是 Doris。Doris， 可以帮我们介绍一下你目前的职业是什么样的工作呢？我是芳疗师。可以帮我们先分享一下小时候的家境，或者是跟爸妈的关系吗？因为小时候爸妈其实很年轻就生我，我妈妈她是护士，所以她是轮大夜班。爸爸的话他是海军的士官长，所以都是在跑船。所以基本上我小时候就是在不同的阿姨家帮忙照顾啊。以前我阿嬷是在万华的私仓寮卖槟榔，有时候也是会去那边稍微孤单一下，变成说你一定要看人家的脸色去。比如说我以前在阿姨家，可能那时候我很小幼稚园，然后我表哥表姐其实都已经可能国小，可是因为我把我阿姨当作像妈妈一样，然后我就会一直跟着她在后面跑。有时候我阿姨就会跟我说：“你就是可以自己干嘛干嘛的。”可是其实我们是需要一个母爱吧。那时候其实我表哥表姐都会说：“是没有妈妈吗？你干嘛一天到晚跟我妈妈旁边？”我靠，那你听到这个感受是怎么样？这很难过吧？但你知道，就是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的感觉，我也会很错愕说为什么我表哥表姐他们会欺负我啊？其实我也不敢跟我阿姨讲，因为其实你说很怕说你可能讲的时候，可能原本有一个家，就忽然没有家，会有一种不安全的感觉吗？心里的不安全感一定是会有，因为你自己知道说她真的不是你的妈妈，可是你只能把她当作像是你的妈妈。那时候跟妈妈或爸爸多久会见一次面？我爸爸是基本上没有办法见面，因为他们在跑船。小时候说真的，对我爸的印象真的是0。然后我妈妈是有时候就会来看我，或者带我回家或什么之类，但是很模糊，没有太多的记忆点。King， 可以想象这种家庭的生活的感受吗？可以啊，为什么不行？你小时候也是这样子吗？其实我从幼稚园大班一直到国小6年级，其实我爸妈都没在我旁边。我那时候是在阿公阿嬷家长大，通常都是因为他们那时候大人要上班，所以就小时候就把你丢回阿公阿嬷家养。差不多。那你在阿公阿嬷家养，就会遇到一个问题是，他们基本上都是宜兰在地人嘛，那不像我们是从外地回到宜兰去，那通常他们就会有小朋友这个问题，你永远就会觉得好像很多东西不是应该的，其实有点像他刚刚讲的寄人篱下，你不得不低头。你那时候就会想办法，就是你会想要融入进去，可是你知道你那个融入的部分其实是假的，就是你只是为了好过一点。今天只要比如说你跟表弟还表妹吵个架，第一个他们一定维护的是自己家的小朋友，自己家的小朋友，一定是你不对。我小时候跟你们有一点不太一样，我是我奶奶带大的，因为我奶奶是在我们家，只是白天我爸妈不在，然后但是奶奶还是会带我去小学上课，然后接我下课的这样的状况，然后煮饭给我吃。印象很深刻的是我奶奶小时候跟我爸妈的教育不太一样，就是奶奶就是极度的宠，然后我又是所有的小朋友里面被他最宠的那个人。我做错了一些事情，我奶奶会跳出来帮我讲话，会有点 confuse， 就是说到底我要听谁的？到底我要听妈妈的、爸爸的，还是听奶奶的？奶奶跟我讲的东西好像又会让我觉得有点自大，因为就是被宠出来，你会觉得好像你做任何事都没有错，跌倒了干地板坏坏，撞到柱子柱子坏坏的那种的，你就是被惯养的2代。但是我妈妈出现的那一刻又回到现实，从小就是在一个这样的环境长大，但我其实不太能够想象你们刚刚讲的那种状况，就把它想象成小时候爸爸妈妈都忙，他们也不常在你身旁，你可能跟一般的小朋友最大的差别是你可能会更早学会独立而已。应该是说你很怕，你必须得配合，或是必须得在那个环境下怕被抛弃，会有那种就是那我今天不听话，那我就没有家的那种感觉，就是必须得抓住现在你有的。你就想象成一个画面，比如说你现在很难过，你觉得你受委屈了，是你在这个时候你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最爱的爸爸妈妈其实都不在你旁边的情况之下，那你怎么处理这个情绪？如果是你的话，你怎么去处理这种情绪？为什么我刚刚会说他有点像是被迫长大？
提早踏入社会环节，就是自己要去处理所谓的真的这一些情绪问题。如果我们像假设是私娼寮好了，你看那个是那么龙蛇混杂的环境，你在那边看那么多，然后有时候我就问我阿妈说，阿妈为什么我阿公进去这里面，然后搂着一个女人出来，然后我阿妈就会说，小孩子不要管那么多，在这种混沌环境下，是你不要多说，只能说好，你就一直记在心里，但是你不能够多说什么。蛮想听听看，就是从小在私娼寮有看过哪一些就是有趣的东西吗？你就是会看到很多的我们所谓的流音吧，因为我们真的就是在那一整条的私娼寮的正中间，我阿妈就是百病。那时候真的很好赚，我阿妈一个人可以养了6个小孩，然后又买了3间房子，对他们而言那一条是极热闹的一个地方，然后你看灯红酒绿啊，然后什么什么之类的。我明天开始我要去卖槟榔。以前它是真的是非常的热闹的那种。有印象什么深刻的看到的画面，或者很惊讶的画面吗？当然就是有些人客们穿着一条内裤出来啊，或者是就是已经被人家轰出来啊，或者是有些嫖客们会有那种所谓的占有欲这件事情，会有很多的就是争吵啊，或者是一些可能怎么的打杀杀。然后我阿嬷就是那种开始不要看不要问不要管，那只是我以前会觉得为什么女人要这么的可怜，然后男人为什么要那么的爽？毕竟像我阿公从以前没有上过班，就是可能去收个保护费，然后去搂个女人，然后就是我阿嬷就是一个人自己很努力的在包槟榔，然后回去还要煮饭用小孩，然后甚至还要做好饭端到我阿公前面。所以你从小对男女的这个价值观是什么？我就会觉得男人真的很贱，好像女人就是该服侍男人这种，就传统的那种什么三从四德。对。然后我会觉得不应该是这样才对，因为你看的状况就是其实就是应该是在早期社会其实也是有点男女本来就不平等。对啊，因为你说你看像市场里很多就是看到他们在那边男生欺负女生，我给你钱呢，我就是你就要干嘛干嘛，那不然你就是在那边大小声。快30年前那个社会本来就是女性是很低下一点的，都是那种大男人主义啊，我说什么就是什么。这个我蛮有感触的，就是因为我小时候是在阿公阿嬷家长大，那我阿公其实是一个受日本教育长大的男人。以前的男人都是很大男人主义的，以前的女生是不用工作的，你如果让老婆出去工作，代表你是罩不住的。你知道我小时候看我阿嬷要去买菜，就是要跟阿公拿钱，我阿公的钱是用丢的呢，我阿嬷就真的就是捡钱去买菜。这个是跟传统教育有关，就是以前都是常讲说女生一定就是什么，就是要任劳任怨啊，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啊。今天我嫁了你，所以你所有的一切我都得包容，我都得吞忍。然后什么都要以你为重，我不能有我自己的所谓自我意识。以前的女生其实第一个教育程度也不是很好，某个程度她们也会害怕的是会不会今天我不听话了，还是今天我不依顺你了，我会不会就被丢掉了。有一个点是很不公平的，其实是在你看男生不管到几岁，其实你都还是可以再娶，甚至再娶年纪比你小的都是有可能。女生就比较不太有可能有这样子的机会，你50岁被抛弃，你这个时候你要再找一个男的，其实你也很难，这就是一个很现实的状况。他把他大部分的青春年华花在你身上，万一你不要他了，那这个时候他应该怎么办？我觉得以前的女生都蛮任劳任怨，所谓刻苦耐劳。其实在我们这个行业我看蛮多的，就是通常你有没有发现很忙的女生通常婚姻都不是太幸福的，这个是真的，因为你大部分的时间都花在你所谓的工作上，花在你的事业上。一开始我去学做头发的时候去我舅妈那边，她那时候做头发从礼拜2开始到礼拜天基本上都是在工作的，9点半就开门，要到10点才关店。最忙的其实就是在6日嘛，所以你6日根本你也没有时间休息。我问你，你是我舅妈的老公，你有多少时间？那其实我们在这一行其实蛮常看到，其实最后就是男生基本上都没在工作啊。所以你会听到以前早期很多做美发的阿姨还是姐姐们，婚姻最后都是破裂的啊。为什么？很简单，老公只要每天拿着扫把怎么样，在店里帮忙扫扫地就好了，他根本不用付出什么劳力的。因为为什么？老婆很会赚钱的。Doris， 你刚刚感同身受，可以帮我们聊一下，你有类似的经验吗？女人专注在事业上面的时候，她会忽略到她的老公小孩，这是难免的。因为人的心本来就不可能是一心两用，说什么会陪伴你一辈子的人都不用想，你不用想说你的老公、你的小孩会照顾你。我觉得只有钱，或者是只有你自己的事业能够带给你自己最大的自信。我想要今天吃什么，我想要做什么，我可以自主的决定，我不要说当个伸手牌啊或什么之类的。因为我觉得当你伸手牌的时候，老公对你自己有嫌弃，你就是个黄脸婆，你就是个什么什么什么之类的，他不会
会去珍惜，你很辛苦啊，或什么之类。你是几岁离开这个生活？从我大概国小、国中开始，就慢慢的，可能就是跟我自己的爸妈比较有接触嘛。那我爸爸还是会比较少，是因为我爸爸从海军士官长变成他自己去开了电动游乐器店，再开了漫画书店，然后他就是忙，所以我也看不到他。我妈妈就刚好又生了3个我的弟妹，所以我的印象中就是我妈在生小孩，我爸爸还是不在，所以我还是变成找我的姑姑。但我觉得 OK 啦，因为毕竟你都已经过那么多年，你也没差。真是到了国中，我也觉得不 care。所以为什么我15岁就会开始半工半读？我会觉得我就是不想要靠你们，我就是想要靠自己。15岁的第一份工作就是西门町当举牌，那个牌子那么重，你从早上10点一路站到晚上10点。是什么样的东西让你坚持？因为我会觉得没有任何一个人可能给我依靠，我的依靠就只有自己。毕竟你那时候是所谓的童工嘛，那很多地方也不可能会用你，所以我能做的就是好，在那边唯一能做的就是我应征到这份工作，好，那我就是做了。有人问我说你很强，你可以这样站一整天，别人要来回这样看着你。从小他也学会自己包装自己了，自己伪装自己了。我可以大概知道像这样举一天的薪水大概是超低的吧？那时候时薪是多少？70还75哦。那时候一包王子面大概多少钱？5块钱，就是那时候就是70、75。可是我会觉得我靠我自己能力赚的钱，我会觉得很 OK。所以为什么我儿子现在他高2了，我都叫他自己可以半工半读。我就说妈妈可以的，为什么你不行？更何况你是男生，你更需要有一些责任跟肩膀，而且是你自己说，你如果读私立的话，你就要自己出学费。OK， 我就让你去做这件事情。然后有些人就说你好狠啊，你怎么可以这样子啊？那么我都可以，为什么不行？而且我是个女人所以我从小就会觉得说，没有什么叫做不可以，只是看你自己愿不愿意。除了举牌你说1年后换了一个新的工作，但是我大概经历过那种类型的工作很多啊，比如说什么牛排店啊、服饰店啊，就是你想得到的什么洗碗啊、端盘子啊，这些都做过啊。然后我以前是因为我以前白天要读书，所以下班后就是去卖衣服，回到家可能已经11、12点了。每天让侄子睡4个小时，学业我会尽量把它顾好，但是工作这件事情我是绝对不可能不要。学霸那时候有打工过的经验吗？我记得我打工的第一份工作是在加油站打工。小时候就是那一种，比如说我妈以前在奶粉公司上班，那因为有时候要开什么妈妈教室，要帮忙汇整一些资料啊，还是你要帮每个妈妈的那个妈妈手册，还是跟试用包放在一起，就把我们小孩带去他们公司里面去帮忙包装这一些东西。我其实蛮能够理解他为什么觉得要有钱这件事情。是小时候我妈是不给我零用钱的，因为我妈觉得只要小朋友有零用钱，她就会拿去打电动，然后就会影响到你念书。所以其实我那时候其实也一直很想要打工，有钱了之后想要买什么我就可以买什么，不用每次好像一定要跟爸爸妈妈要钱。我也是16岁就自己半工半读。你打什么工？一开始的打工是在顶好超市，算是小弟吧。但是让我赚最多的，也是让我觉得养成一个陋习的，是我在卖大补贴的生活。那个时候的契机点是因为第一台的烧录机出来，那台烧录机超贵，我记得18000还是2万块，那时候还是4倍数，而且失败几率超高。然后那个时候我们想说那这样好了，我们晚上去顶好打工赚来的钱，那我们就来投资，我们就买烧录机。我觉得那个时候就学会分润，就找了一个看起来没事干的同学说，那这样好了，你帮我烧片，我分钱给你。他就帮忙每天就是负责这样送片，然后烧片，把它烧出来给我们。然后那个时候生意还不错，我印象很深刻，是我们大概1个月我们就买了5台机器，大概就是10万块。因为你生意好，就是会有人跟你抢生意嘛。我们就一起讨论，想到一件事情是，那个时候不管是音乐片也好，或者是城市的光碟片也好，或者 A 片也好，源头都是光华商场。我们就去光华商场谈判说，那这样好了，你们一定会有一些片是比较早进来的，我们大量跟你进，我们可以提早先拿到这些片，那我们提早可以在学校卖。我操，那个生意更好，因为别人在卖的东西是我们在上上礼拜就已经卖过的东西，那我们卖的比他们更早，所以卖到连老师都跟我们买。那时候我记得我们每个人最后可以分到的钱是5万多块，6万多块。1个月吗？1个月，那时候打工才60块，这个好像历经了半年到1年的时间。后来就觉得这个生意好无聊，然后再加上说大补帖开始普及化，然后光碟片开始普及，就没有再卖。然后但是那时候已经习惯了每个月花那么多钱了，后来就去干嘛？去酒店啦，当少爷，当少爷跟经济都有啦，但是就是去做一些不是这么现在光明的事情。从
高中的生活结束之后，我记得你就踏入了婚姻，可以帮我们聊聊这一段的故事吗？毕业后遇到我前夫，我们就是卖衣服认识的。那他以前也是在士林自己摆摊，所以他来看有什么款式，然后进而认识。对我而言，他是一个看似还蛮对你认真的人。他可能就会聊天聊到他的一些是小时候的经历啊，其实跟我有一点点雷同，然后我就会觉得找到共鸣的感觉，觉得他应该懂我。然后慢慢的，因为刚好那时候我家里发生了一些事情，所以我也把我的家里的事情都跟他讲。虽然他长得不是觉得他帅的样子，但我觉得没差。如果真的是一个他懂你的人，他会愿意花很多的心思照顾你，或者是他会对你很多很多的体贴。我觉得外表不是重点。然后呢，我很快的其实就怀孕了，就怀我老大，不到19生我大儿子。那时候18岁，我也不敢跟我爸妈讲，然后我就一直长肚，然后是后来7个月了，藏不住了，我选择在他生日的那一天写了一封信，写完之后马上离家出走，因为我妈会觉得很震惊，她想说，我靠，现在我女儿怀孕7个月了，就是她完全不知道。然后我妈那时候只跟我说她想去自杀，因为她觉得这是一个莫大的羞辱。因为我弟妹他们是属于那种我们所谓的乖宝宝，为什么我生那个女儿18岁未婚生子啊，然后什么什么之类的。但她早上说要去自杀，然后下午就说要去买孕妇装转念，所以他只是情了你而已。7个月当中的那时候的男朋友嘞，因为那时候我刚好前夫在当兵，很快的就可能去办个简单的婚礼啊，我们就是去公证，从此之后我的噩梦就开始了。我生完小孩子的那个月就开始动手家暴。所以你之前他其实并没有，他其实后来慢慢露出了他的一些马脚。他在当兵嘛，那我可能在怎样，他就说，我不是说你不能去这个地方吗？为什么你要去？你现在开始写我以后不去这个地方，写100次，就是已经开始有点他的那种控制性人格已经慢慢的出现。因为他看不到我，他不知道，他怕我会就是先摧毁你的认知。对，然后慢慢的就是一步一步的。但是那时候你只能照着他做，因为他有我的一些所谓的把柄嘛，是因为我刚刚讲我们家里以前的事情之类的，所以我很怕他会去讲话去伤害到我的家人。他的话基本上我就只能照做。他是从我坐月子那个开始，他就开始动手。然后我还记得他做了一个点让我觉得很可怕的是，他打电话给我，但是你也知道坐月子的时候很累，没有办法接电话，然后他就说，你信不信我现在马上会出现在你的家门口？那你觉得怎么可能？你在当兵怎么可能说来就来？3个小时后他真的出现。你知道理由是什么吗？他直接说我妈要走了。然后我就觉得你是一个连你妈妈要走的人都可以说出口的人，一来他在跟我抢小孩，他直接拉着我儿子的手，整个傻眼。我想说他是个 baby， 他直接说这是我的，为什么我不能？然后就开始一些譬如说我现在不接他电话 OK， 你不接电话，你现在给我去 7， 我要听到叮咚，为什么不用奇迹？然后他就说如果你不照做的话，我就跟谁讲说你们家怎样之类的。那我为了要保护我家人，我不得不做。那有次我就真的做了。我一上来的时候，我妈说你知道你去哪里？你去吹风干嘛？你知道你儿子汗掉下来，我说不出口说我为了要保护你们。然后我就觉得你所认知的好像可以托付依靠的人，怎么会是这样子的人？对，总共是6年的时间。这6年的时间，我觉得我可以写一个凌虐108招之类的，各种你想得到的、想不到的，他都做过。譬如说我在睡觉，他叫你起床，不是说起来咯，他是拿矿泉水直接淋你的头。譬如说我在吸地，他有时候就会乱丢垃圾或是什么一些屑，我那时候在爬嘛，那我当然会觉得说找干净，不然他放嘴巴吃什么的，然后他就从后面踹，他就说跟狗一样。然后所以你这个在还没有结婚之前，其实你都不知道，完全不知道。3天一小打，5天一大打，他是直接转头去撞墙。现在其实有很多的后遗症，就是头啊、腰啊，就是被打到脑震荡的后遗症，还有很多情绪勒索啦、肢体语言暴力啊。因为他以前是送货的，他就跟我说几点跟你约在巷口。因为那时候下雨天嘛，那我本来可能我就不会那么快。他看到我慢慢走，他就说刚刚是慢慢走吧。我说怎么了吗？下雨天慢慢走，不然你要快走吗？他直接说你从这里到那条巷口跑20圈。他当兵当疯了，他把你当军人在训练呐。之后我记得我要在专柜，有时候可能1个月可能可以4-5万，他把我钱都拿走，只给我5000块。他就说5000块你很好花了吧？那时候因为我们是住在娘家楼上，我爸就说我觉得就是你们给我的钱太少了，所以我就自己又拿我那5000块的3000块给我爸，结果我1个月只有2000块，持续了在2年吧，2颗水煎包或是1碗卤肉饭过一天。那他把你的钱都拿去哪？缴他跟他前女友的信用卡。可是那个不得不给，因为不给你就被打啊。最后一刻我觉悟，就是有一次我被打到脑震荡，我儿子过来，他不是安慰我，他只讲了一句谁叫你不乖。那时候好像是5岁吧，当下我就立马觉得我在这
这样下去的话，我儿子就要坏掉了，因为他已经看到就是爸爸就是每天都是在打妈妈，就动不动就一巴掌过去啊。家里面人都不知道有这个状况吗？对，但是我有时候会很错愕的是，其实很多的时候你们可以当下其实可以救得了我，但是后来我妈讲了一句，我觉得也没错，不是我们要不要救你，而是你自己要不要救你自己，你自己选择的，你就必须得自己去承担，自己去救你自己。我觉得这个也是没错啦，对啊，我就立马把我小孩子带去楼下给我妈妈，那时候好像半夜吧，我马上去验伤，马上去申请家暴令，很快，就是那好像一个开关开启了，然后就自然就去做这些。你决定我要自己主宰我的生命了。对，然后去那个什么家福基金会，后来我就把警察局是申请的时候，医生说怎么打这么严重，胸部严重挫伤，他很聪明，是攻击我的头这边，外在其实是看不到伤痕，但是其实里面可能已经是伤得很严重这样子。对，然后我回去就是把这些跟我爸妈讲，对，然后他们就说其实我早知道什么之类，但是只是他们没有讲，然后对我也只是屁话啦，因为那都是事后诸葛。讲难听点，你们也可以请我弟妹去关心我啊。然后我妹只讲一句，谁叫你那么早结婚？但没关系，自己选择自己承担。我觉得不管别人听别人怎么讲，我也都无所谓。但他不走嘛，然后我爸爸就直接请警察来，然后他知道我现在已经做得这么狠，然后我也去申请那些了，他也觉得再坚持好像也没什么意义。其实从事发到签字不到1个礼拜，他就离开了。但过程中没有再来骚扰你吗？完全没有，早知道我就这样做了。但他有跟我讲一句，我算是净身出户，他把我所有的钱跟什么车啊都拿走。小孩子他不会出任何1毛钱。后来你就自己独立把儿子带大。对，那时候我25岁，身无分文的去把我儿子养大。那你后来怎么样让儿子的观念也好，回归到一个正常的状态？我要让他知道说，妈妈做的那些都是在保护他，而不是像说的因为我不乖或什么之类的。我觉得他算是一个很早熟的小孩，他看妈妈在哭啊，也会知道说爸爸做这些事情是不应该的。当然过程中我也是会有沟通啊，然后或是可能会用更多的爱去包容他。像我爸妈或者是我弟妹也是会蛮照顾他的，因为就是会知道他比较辛苦，然后就会把他捧在手掌心。其实是还好，他就知道说爸爸会打妈妈，然后妈妈就是跟爸爸离婚了。很多人当下都不敢讲，是因为第一个他没有办法说出口，说出口是一件丢脸或者是什么之类的。很多的加害者他都会把自己塑造成他是受害型人格，别人都说啊你对他这么好，他还偷 K 他，他还这样怎样。被害者会觉得真的是我的问题吗？真的是我不对吗？真的是我活该，我就是该这样子吗？所以很多人他们的内心会更封闭，甚至到可能会有所谓的忧郁症、焦虑症，甚至有到可能自残啊或什么之类的，因为他们很否定自己，他们会觉得说是不是因为我不乖，是不是因为我不好，我才会被打，我才会怎么样。很多女生会觉得他们会有一种都是我错，都是我的问题，我才会变成是这样。所以很多的受害者不愿意讲，是因为他们已经完全的否定自己了。我在这个当下，我竟然都没有任何的所谓的忧郁症，我真的觉得我很强。可能就要回归到我小时候的那种坚韧的个性，就是你知道，你内心会觉得说，你期待他不要再出现在你的生活。那你整个就是活在恐惧当下，一定的，因为你不知道你下一秒什么时候被打，就像你睡觉，你会被矿泉水淋。蛮难理解这种人到底是在想什么。对他们而言，这也是归在他小时候，女人就是要打才会乖，不然的话就会跟我妈妈一样像花蝴蝶。那我身边其实还是有几个朋友也跟他遇到同样的状况，前期也是觉得这个男生很正常，但是到开始在一起到结婚的那一刻的时候，他几乎把他的人格破坏到想死好几次，甚至是连自杀都不敢跳下去，因为他觉得他跳下去好像对不起她老公。最后压倒他的一根稻草是，因为他有养猫咪，那猫咪生病，因为他们没有健保嘛，所以那个生病的费用很贵，而且他猫咪又是老猫，然后他就想说想要把一笔钱拿去用，但他不敢跟他说，他只好先偷偷的拿去用，被她老公抓到，当然是一阵毒打。她老公跟她说，把你猫都快死了，你就让它去死一死就好了。她当下才觉得到说，这个人已经他完全不 care 任何的人或者是你爱的事情，他都不 care， 他只是 care 他自己。我蛮认同刚刚 Doris 说，就是当下我也问他你过得好吗？他也从来没有跟我们说他不快乐，只知道他好像被管得很严，然后也不太跟朋友联络，所以我们知道这件事情当然是已经他离婚之后，他也说他当下其实是非常恐惧，他连跳楼都不敢。呢，你有没有什么建议或者是可以分享给我们的观众？因为我可能比较理性一点，我都会常觉得说，如果我今天是一个
个女生，如果今天这个人会打我，就表示他基本上根本就不在意我，也不疼惜我。我觉得也不是这样说，是因为那时候你不知道你的未来是怎么做，再来小孩万一被他带走了，小孩子不照顾自己的话怎么办？等于是你有一个把柄，对，他会把小孩子手上硬把他带走，然后我看不到我的儿子，有点像人质的概念。就在这个当下，我为了小孩子，我就会一直不断的忍。只是说我只讲那句话，真的就是让我觉得我到底这6年在干什么。所以其实我蛮佩服他，从0到25经历了这么多的事情。那时候我对人生绝望过。其实我不是觉得绝望，我会觉得任何都是人生的一个考验。你好正面哦！我们节目总算又遇到一个正向的人。你负面没有用，负面只是让自己很难受。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点，这都是我们自己所面临到的决定。今天我已经18岁了，我几岁了？我就是要有这些抉择去承担，这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没有人逼你去做这件事情啊，你自己去选择去做这件事情。你已经长大了，你有思考了，你不愿意去做，那就是你自己的问题。所以对我而言，从小时候到现在，我不会觉得我很可怜，我会觉得这些都会化成是我未来的动力。我觉得有时候我们要反向去思考，因为你一直活在是说好可怜，我会被打，我被家暴什么之类的，永远都会沉浸在你的负面情绪当中。那你是会把你的负面情绪带给你的家人、你的小孩，或者是你就只会怨。当一个人只有怨恨的时候，其实是真的很可怜。觉得他刚刚蛮厉害的是，他并没有选择让这样子的东西变成是他的好像生命上的一个枷锁，束缚住他。他反而选择用自己的力量去挣脱它，甚至去扭转它。其实这也是我觉得可以给每个观众去思考的点是，就像我们节目一直提倡，你的人生其实是你自己在做主的，你的人生不应该是让别人来支配你，甚至来决定你的这个辈子的人生应该是怎么过。那最后Doris可以来跟我们观众分享一下，就是如果他此时此刻正面临这些问题，可以给他们一些建议，应该处理这一些事情的一个流程。我觉得就是你绝对不要否定自己，然后你要觉得说遇到的这个当下不是你的错，就是时间点不对，人不对，就是这样而已。也可以把自己当作是一个人生的考验，不要选择说好吧，那我就这样过了一生。反而你可能是好，这就是你的人生的一个转捩点。那你可以因为这个转捩点，你去做了什么事情，让自己的人生更美好。再坏也不过如此了嘛。那这些都会化成你未来的一些动力，觉得是很重要。所以如果说你现在在一个不是这么好的一个环境，你可能没有意识到你被 PUA， 或者是你可能有意识了，你有一些感想或者是一些感受，想要找个人倒垃圾，那欢迎来我们的 IG 私讯我们，跟我们分享你的状况，不要觉得不好意思，因为你还有我们，我们也需要你们。当然呢，我们还是希望说散播一些比较正面或者是比较有感触的故事。就是如果说你真的觉得你人生很需要一个力量来支持着你，你也可以来这边多看一些别人的经历 ，maybe 你会发觉其实你并不孤单。你只要愿意踏出那一步，愿意找人去聊，就算是一个很好的开始。那当然，如果说你身边有类似这样的人，或者是有这样子的故事，或者是你有类似的经历，都欢迎跟我们私讯，让我们知道。花了 fuck life， 看有没有的人生抉择的勇气啊！那我们就下期见，拜拜。我们现在开了超级感谢，欢迎来抖内我们。